想要愿望实现，必须写满上百个清单，这可能是大家练习显化时致命的盲点，你知道吗？如果你许愿的起点是恐惧，潜意识反而会如实为你创造更多不安全感，让你越求越失败。愿望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你内心的匮乏，别再用无效技巧折磨自己了。这堂课不教你许愿，我们要直接撕开假象，带你一秒对齐原本就属于你的丰盛本体。今天的题目叫愿望与真相，我们愿望背后的真相。每个人都有愿望嘛，但是你发起这个愿望的起点，你的愿望的目的会决定愿望带来是自由还是痛苦，这要察觉。比如说有些人他想要爱情，但他不是真的想要爱，他只是害怕孤单，所以他需要爱情。有些人他想要金钱，但他并不是真的想要钱，他只是害怕不安全，所以他需要很多钱。那有些人需要成就，但他不一定是真的想要梦想，他只是害怕自己不被看见。所以我们发起愿望的起点，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假设我发起爱情是因为我害怕孤单，那我们的潜意识就会真的为你如实的创造孤单，因为我们并不是真的想要爱，我们只是害怕孤单而希望有伴侣在旁边，或者是我们想要金钱，但是我们是害怕没有钱的不安全，所以才想要金钱。那我们的潜意识就会如实的去创造我们心中所真正深信的，那你就会看见很多的不安全，而不是看到金钱。那有些人想要成就，他可能不是想要梦想，他只是害怕被别人看不起，或是害怕不被看见。潜意识就会如实的为我们去创造不被看见，而不是真的创造梦想。所以愿望很多的时候不是来自于自由，而是来自于恐惧。那我这边讲的恐惧呢，也不用太害怕，因为我们在醒觉的时候，第一个面对的就是恐惧。如果你在觉察或是你觉醒了，你的第一个动作就是面对恐惧，或是接近恐惧，或是开始真的可以拥抱恐惧了。愿望大概有几种，第一个是外求型的愿望。什么叫外求型？比如说我想要一台豪车，你想要宾利啊，你要劳斯莱斯，你要什么车子，是因为别人都有吗？还是怎么了？所以重点不是真正想要的不是车，而是别人眼中的对你的期待，或是对你的尊重。可能我们有了豪车，也许你周遭朋友会对你比较尊重一点，或是比较客气，或是外人看到你就觉得好像你是成功的一个人。那如果是以这个概念出发的，买到车之后会有短暂的快乐，但是又会觉得下一台才够，所以你就会一直不断的，你的车越买越多，越来越好。外求型的，你是因为需要得到别人的尊重，别人对你的看法的提升，所以你需要这些外部的东西来装点你。那你拿到之后，你可能会有短暂的快乐，但是你又会觉得很多还是不足的地方，所以不断的追求。另外一个是补偿型的愿望，比如说一个人他从小缺乏爱，长大之后渴望有人来能够爱我。那这种愿望不是因为真正需要某个人，而是透过用外力去填补内在的匮乏，因为可能从小缺乏爱嘛。那结果会发生什么事？即便有了伴侣，心里还是空的，因为内在的缺口并不是外部的样态可以补齐的，所以就会一直不断的去寻找下一个伴侣，或是同时可能会有很多的伴侣的发生等等。另外一个是真实型的愿望，比如说喜欢画画的人，他会用他的创作来养活自己。前提是喜欢画画的人哦，他的愿望就我需要透过我的天分、我的艺术、我的热情来养活我自己。那你会感觉到这个愿望它其实不是为了填补缺乏，而是他本来就是热爱，他的能量是自然的流动。那即便过程很辛苦，他仍然会很有力量，这个是他如实真正的召唤，他的能力，他的样态，就是要真实型的愿望。那我们其实就是把我们的心态调整到真实型的愿望，并不是透过外部的，也不是透过补偿性的，是透过真正想要的，把它去自然的展现出来。那愿望跟快乐的一个误解，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等到愿望实现了我就会快乐，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陷阱。比如说一个人以为买到房子，他买了一个他心中所想要的房子，他就会安心，于是拼了命工作，我需要有一个家我才能够安心，所以他一直不断的工作，10年后真的买了房子了。买下来之后，也许他的前几天前几个月他很快乐，但是过没多久他会担心房贷有压力，这个地段可能不好，也许还没有增值的空间，或者是应该换更大一点的房子，就会造成的有更多的一些
困惑，或是更多的需求。所以快乐从来不是愿望带来的，而是我们自己给予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要理解，透过愿望去做交换的那个愿望只会造成无底洞，我们会一直不断的缺乏，一直不断的祈愿再祈愿，那个愿望像是无底洞，一直觉得不会被满足。那有些课程会希望你把愿望写多一点，写到上百个，这样子实现起来可能比较简单，但我觉得那是一个方法。但是你要觉察你的起心动念，你是因为缺乏而去填写，还是你真的觉得你很喜欢才去填写，还是真的觉得你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才去填写的能量都会有所不一样。有的是被恐惧匮乏所驱动，有的是真实的你真正的感受所自然的显现，那是一个很两极化的一个呈现。愿望最重要的功能，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一个镜子，就是照见我们内心真正的样态或者真正的状态。比如说我常常想要金钱，那可能代表我内心觉得不安全，所以我才想要金钱。比如说我常常想要爱情，那可能代表我内心可能不被接纳，所以我需要有爱情，需要有伴侣。比如说我常常想要能够功成名就，那可能代表我内心深处还不够相信自己是够好的。所以愿望不是坏事，愿望更不是答案。我们要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答案是什么呢？是愿望背后的信息，回到自己的原点。就是愿望它只是一个起点而已，它并不是最终的终点跟答案，它只是可以照见我们内在真正的样态。如果我们是因为缺乏、匮乏、恐惧而起了愿，那通常那个愿望并不会真的如实呈现，或者是如果呈现起来，你会经历了千辛万苦。愿望本身并没有错，所以我们要知道愿望背后的出发点要看清楚，是真的是喜欢，还是被恐惧、被匮乏所受困而发出的愿望，那个是不太一样的样态。那如果我们出发点是缺乏，那愿望会让我们更加的焦虑；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真实，那愿望就会变成我们力量的流动。所以你可以把很多的热情去着重在你喜欢的感受的样态，而不是去着重在那个愿望它发不发起的感觉。再来就是愿望与匮乏，我们是真的想要还是害怕失去？比如说匮乏的一个假象，多数的愿望会看似好像追求某种更好，但实际上它常常是一种逃避匮乏的一种假象。我以为我想要更多的钱，但其实是我害怕没有钱。比如说我想要更多的丰盛，但其实是我害怕没有钱。所以重点不是要丰盛，重点是恐惧没有钱而启动的愿望所求。或者是我以为我想要爱情，但其实是我害怕孤单，所以我才需要有伴侣。或者是我以为我想要成功，我以为我想要成功，但其实是我害怕被看不起。这个都是匮乏的陷阱。我为什么重复讲这三个点？因为这三个点，金钱、关系啊、事业成就，都比较接近我们。那匮乏的陷阱就是愿望并不是因为丰盛，而是因为恐惧。所以我们要去觉察，我们发起的愿望是因为丰盛的感受，还是因为恐惧去推动它？那显化永远不是显化大脑所想的，而是显化我们心中所深信的。所以大脑想的跟你心中所深信的是两个世界、两个概念。你现在想的东西不一定会显化，但真正的显化是你内心所深信的。所以要看我们祈愿的起心动念是什么，是因为丰盛而发出，还是因为恐惧而发出，会带来两个不同的结果。匮乏会带来两种模式。当我们从匮乏出发的时候，我们的愿望会落入两种循环的一种模式。比如说追求，第一个是追求模式，我们会往外抓取新的东西、新的关系、新的机会，看起来是有动力的，但实际上是一直在消耗。我跟你们分享我以前创业的时候，当我的公司发生危机的时候，我会一直想要的让这个危机被消平掉，或是被反正。那我就一直不断的去找新的机会，找寻新的可能性。我觉得当时真的非常辛苦，因为害怕不能成功，所以就会不断的去寻找新的机会、新的可能性，耗尽很多的时间跟体力。这是我当时的经验。那现在的我，假设如果我再面临一次失败，我就不会动了。我说的不会动，不是躺平投降，不会这么的向外的那样子不断的盲目的去追求，而是如如不动的先让自己的心境调整好。调整好之后，它就自然的出发。心境是自然而然的前进，并不是我害怕失败的前进，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追逐模式呢，看起来是很有动力的，但实际上一直在消耗你的能量，消耗你的内在的一个样态。比如说，
赚钱之后呢，马上就觉得不够用，你会不断的去追求下一笔的金钱，下一笔的收入。或者是谈恋爱之后，你会觉得对方好像不完美，就会马上寻找下一个新的伴侣。另外一个是逃避的模式，逃避就是总是想要摆脱没有钱，害怕失败或害怕孤单。所以那个行动的动机并不是我要创造，而是我要避免。那我要创造跟我要避免，它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察觉的话，我们会常常去使用我要避免。在很多的疗愈的现象中，你会发现很多都会去避免触碰不好的事件，或是避免你落入黑暗面。蛮多的疗愈都是，比如说选择工作并不是热爱工作，而是因为至少我这样子我不会饿死，所以你选择那个工作。那并不是创造财富，而是避免饿死。所以你可以去察觉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样的起心动念，这个也蛮重要的。匮乏的思维会常见有哪些的样态跟言语？比如说，要是我有钱就好了，或者等我有钱我会干嘛干嘛，或者是等我更好一点再开始，就等我准备好之后再前进，或者是别人都比我强，那我只能够怎么样，或者是我害怕失败，所以我先怎么样。这些平常看起来都很平常的一些话语，但是这些话语都在强化什么？我不够好，或是我现在还不够。如果真的常常带来这种话语，现在的做法就是没关系，就让他讲完之后你就觉察为什么会讲这个话，跟自己提醒完之后调整就可以了。不用去因为不小心讲了这些话，就好像觉得堕入了好像匮乏面还是不好的样子，不断的去做修复或疗愈，不需要。发生了一些你觉得不好的话语或现象，你让它呈现。当你感受到呈现的时候，你知道你已经提醒到你自己，你刚刚讲的是负面的话语的时候，那个就是觉察了。那个觉察的样态就等于是你疗愈过后的结果。我们疗愈的目的是为了觉醒觉察，就是能让自己的觉知更加的敏锐，这是疗愈的目的嘛。那基本上那个现象或问题出现之后，当你发现之后，你等于是知道了那个问题点，就等于你已经疗愈过后的结果。所以疗愈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多多觉察。我们会觉察才会一直维持在定的状态，你会定在你就是光的那个样态嘛。当我们发生的为什么会讲这些负面的话语，或者是为什么会经历这些负面的现象，当你觉察到之后就好啦，不需要再透过疗愈而去达到那个觉醒的样态，所以不用去避免那个错误。我们本来就是最好的现象，所以我们会用最快速的方式让我们达到觉察点。所以有时候你要拖慢的一个过程。我们内心的觉察跟我们内心的样态是非常神奇的，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所以你就静静的让那一些你觉得负向的言语或是现象让它释放，让它流出来，你就会觉察到，我刚刚其实是负面的，我刚刚其实是匮乏的。当你到了那个点之后，那就是这个就是你的生命自然让你觉察的一个样态。其实你本来就是很好嘛，所以刚刚那个现象或刚刚那个过程言语，就是为了让你到达这个点，你要觉醒的。那跟我们透过外部的疗愈，其实疗愈是一种外部的介入，或者你可以讲说外力的辅助，你可以透过疗愈的辅助，让你能够快速的觉察，那也是好的一个解释。只不过说我们本来就有这种觉察力了，那我们只是不相信我们其实这么美好，所以我们需要透过疗愈来去证明我们有觉察力。那如果你真的相信你自己，你就再也不需要疗愈去证明你自己，或者你再也不需要疗愈去辅助你到达觉察点，你就不太需要了。另外就是匮乏会带来错误的显化，比如说很多人学了很多的技巧，显化的技巧，结果还是失败。重点是他的出发点是因为匮乏，而不是他真的在于出发点在于丰盛，或是在于真实。什么叫真实？你本来就是丰盛的，这是一个真实的答案。所以你匮乏那个都不是真相。如果你感受到匮乏，你感受到不被爱，你感受到多恐惧，你就跟你自己讲，如果你觉察到，你跟你自己讲，那个是我大脑呈现出来的逻辑，但那不是真的我，或是那个是我大脑呈现出来的样态，或是一个故事，但那不是我，我就是那个无限美好的自己。就像我几乎天天都会有这种想法，比如说我做生意也是会遇到不顺利的时候，或沟通起来是很辛苦的时候，或者是我可能做什么事情它也会有一些卡点的时候，那我就会跟我自己讲，这个是我大脑呈现出有卡点的障碍的感受，但这不是真正的我。真正的我是一切都如我所愿的已经完成，我还会这样提醒我自己。那疗愈的目的，所以当你能够觉察到，然后提醒自己，它就完成了，你不需要做那么多反复的疗愈。但是
我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子，我也是透过很多的疗愈去辅助、去强化、去推动，或是强迫我去改变。只不过到现在的样态就是，我已经会去提醒我自己了，所以疗愈的时间就缩短。因为疗愈对我来说可能会花半个小时、10分钟、1个小时等嘛。但是你一个觉察可能只有几秒钟，所以你还是会把更多的心力时间放在你要创造的那个事物上，并不是放在疗愈上。如果我在许愿的时候，假设心里面想的是我没有，那么我们的宇宙接受的频率没有吗？结果就是会让没有的经验继续的放大。比如说我想要爱情，心里想的是我现在没人爱，结果显化的结果就会持续遭遇到不被爱的感觉。比如说我想要钱，但是我心里的想法是我缺钱，所以显化的结果就是钱一下来一下就不见，一下来就不见，你会感受到你缺钱的感觉。即便你显化很多金钱，但那个钱很快就消失掉了，所以你一天到晚就觉得缺钱。因为我想要钱的目的不是我真的感觉到丰盛，而是我需要钱，我缺钱。所以我们的潜意识就如实的创造我缺钱的感受，让自己去体验。所以匮乏跟丰盛的核心差别，匮乏的出发点是我不够，所以需要透过愿望来让自己够。你会做很多的愿望吗？我觉得我不够，才需要写很多的愿望，去透过愿望来让自己觉得是够的。那丰盛的出发点是我已经有了，或是我已经够了，所以我愿意让自然的展现，并且分享这份丰盛，自然的流露，并且分享这份丰盛。比如说，以前在上课的时候，你看到同学分享他的愿望，或是他所想要显化的那些清单，那当别人分享出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感觉？会有什么感觉？你听到别人讲的，也许他的数字比你多，或是他想要追求的东西，他所写的东西比你更加的疯狂，比你更加的猛烈，比你更加的厉害，会有什么感觉？有些人会觉得那不可能，或是有些人会觉得真的很棒。那假设我们的想法是，你看到周围写这种愿望清单，写的轰轰烈烈的，如果我们有意识是觉得那个不可能，或是意识是觉得那个是不真实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反射，那就是我们的镜像。那你的世界就不会呈现这么丰盛的样态哦。假设我们看见别人念显化清单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有的老师会说，你的显化清单不要让别人看见，因为可能会接受别人的负向的能量。有没有听过有些老师是这样论述的？你自己去保护好你的显化清单，不用去一直传递让更多人知道，因为怕会投射很多的负面的能量给你。有的老师会是这样子引导的，那我没有觉得是。那重点还是在于自己，比如说我们看见周围的人写显化清单，或是你看见周围的人真的比你觉得现在的你还丰盛，如果我们产生嫉妒、产生害怕、产生不如别人的感觉，那个就是匮乏啊。那我们的世界就会如此的呈现，你就是感受到匮乏。所以怎么办？你觉察到之后很简单，你就把你看到那个丰盛的样态变成你。比如说你看见有一个人开劳斯莱斯过去，你觉得那个好棒哦，那你就要跟你自己讲，那个正在开车的你，他是你的能量的其中一个分流，他也是你。所以你或是这个当下，你同样一个你的能量，你其实是有很多分流出现的嘛。所以同样的你正在感受到你正在开豪车的丰盛，所以你才会真心的为那个开车的人感到丰盛因为那个开车的人也是你的能量流之一。你就这样想就好了。你就这样想，你就会真的替那个人感到开心，因为你会真的认为那个人就是你的其中的一个能量流，他也是你的镜像，他就是你，你就是他。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你听到任何人讲的显化清单，你都会觉得蛮好的，非常棒，因为你的世界是那么的丰盛，所以你周围的人都是能够呈现出那么丰盛的镜像，让你知道，因为每一个镜像都是你。那丰盛就会自然的展现跟延伸，它就不用去显化，也不用去吸引，是这个样子。那有些人会说，我如果是这样想了，可是我还没有感受到那个丰盛的感觉，所以你就觉察啊，我的大脑是这样想的，我真的把别人看成是我了，但是你又会想，我真的这样做，但是我还没有感受到丰盛，这个才是你真正的答案。你的大脑是这样想的，你的大脑以为你对齐了，但是你的内在内心并没有对齐。你的内在内心对到哪里？对在我还没有真的相信，所以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没有丰盛。虽然我知道要这样做，但是我没有感受到那个丰盛。大多学完疗愈之后到这个瓶颈，那也没关系，因为我也曾经也停在这里，没有关系的。
其实疗愈的目的就是为了觉察觉醒。那你觉察觉醒之后，你就理解就好了。当你理解之后，那个样态它就会慢慢的被你松动，那就会很快的流过去，你就觉得没有那么的辛苦。所以你刚刚讲那个例子，就是我看见别人的丰盛，我替他感到开心，这是你大脑所想的。但是我现在还是没有感受到真正的丰盛，这才是你内心真正深信的，你没有感觉到真正丰盛。大脑会一直不断的出现出很多的情境跟想法，但那都不是你。但我们常常会被大脑以为的想法认为是真正的自己，但其实不是。大脑并不是你自己，大脑会呈现出很多的样态，很多的想法，是因为我们透过很多的感觉、觉知去感受外力的呈现。你不管是族群意识，还是你的祖先，还是你的父母亲，还是你的同侪，还是你的谁谁谁，他们回馈给你任何的讯息都是赚钱很辛苦，你可能接受到很多的概念，所以你的大脑会有很多逻辑化的呈现。那个逻辑的呈现并不是你以为拼凑好的，是你在多年，或者是你的血脉，或者是你学过的任何东西，你学过的历史，你学过什么东西，它会自然的拼凑成一个故事。或者是我们都会有求生存的本能，所以我们会避免面临到风险，我们就会退缩，或者我们就会绕路，或者我们就去逃避，或者我们就会改个方向。改个方向，目的不是避开风险，目的是什么？害怕危险，而不是避开风险。我们从小到大都会被灌输类似的概念，所以你的大脑会把它变成一个逻辑性，但那个逻辑性不是你1、2、3、4这样拼凑起来，它是那种反射连接的。那你就以为那个才是真正的你，其实那个不是你哦。所以当你发现到那些样态的时候，你就跟你自己讲，那个是大脑，但它不是我。我呢是圆满具足的自己，我所要的都已经完全实现。你还是这样跟你自己讲。但是你在跟你自己讲之后，你要真的进入到那个感觉，是你真正已经都有的感觉，那个感觉就进入几秒钟就可以了。那个感觉才是真正的对齐哦，你进入到那个感觉就好了，你不用特别的要怎么做，不需要，它只是一个自然的流露而已。所以你会看你的显化清单，那些清单里面，我们的出发点是匮乏恐惧，还是你真正的感觉到你已经是的样态，然后自然的流露，自然的分享，它是不同的现象。你的清单嘛，如果是恐惧的，你就调整一下，不用去自责，那个没什么好自责的，因为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样态。如果从匮乏出发呢，愿望会变成我们的牢笼；如果从丰盛出发，愿望才会变成自由，就会没有受限的感觉。现在讲到自由，自由的本质是超越选择，并不是追逐选择。但我以前有讲过，我们之所以是造物主，因为我们有选择的权利。但是我现在对选择又有不同的解释。我们以为选择越多就是越自由。比如说，如果我很有钱，我就能够选择更多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样态或方式。比如说，我很有能力，那我就能够选择更多的职业、更多的关系。比如说，我有资源，那我就能够选择更多的可能性。看起来好像很合理，对不对？但是它是一种什么相对的自由？就是自由被建立在外在的条件之上所呈现的。比如说，我有钱，所以我能够选择什么餐厅。但如果我没钱，我就不自由了吗？或者是我能够出国，所以我觉得自由。但如果疫情，如果锁国封锁之后呢，我的自由就消失了吗？其实也不是。所以如果自由是必须依赖在外界的条件，它不是根本的自由，而是在比较之下的选择感。就是你选择很多很多，这个是最好的，所以你选择它嘛。那是在比较之下的选择感，那不是真正的自由，那个是有条件之下的选项。那选择会带来另外一种面向，会产生焦虑。有没有人会有选择障碍的样态？东西很多，你不知道选什么而产生焦虑。比如说更多的选择呢，它其实不会代表更轻松，反而会更多的焦虑。比如说手机外送平台有10几个，然后你可能选，你也不知道你要吃什么，你想吃什么你不一定选得到，你会一直不断的去选择，然后选好了又转换，选好了又转换这样子，或者是投资有很多的标的，那你会陷入如果我选错了，你会产生焦虑，所以你会害怕选错，所以选择越多，心灵可能不一定是安定的。所以这个背后隐藏的讯息是什么？我必须做出对的选择，否则我会失去。我们所做的选择是恐惧出发点，并不是真的让你觉得你是真正你自己无限的美好。所以当你必须选择出对的答案、对的结果，如果是这么强制性的，
那个其实是恐惧的触发，并不是你真的选择，而是你被恐惧所绑架了你的自由。那都是觉察点的。为什么要这样觉察？我们的大脑会一直透过逻辑让我们去做出正确的选择。那越是这样子呢，你真正深信的是你怕选错，或是你真正深信的是你怕选的结果不如你所愿，你真正害怕是那个恐惧。所以我们的那个宇宙，它真正的显化就会让你出现你害怕选错，就会出现你很多这种错误的这种害怕的这种样态让你去体验，而不是你真正得到的那种喜悦。所以如果我们觉察到之后，如果你能够觉察到这个点，那个恐惧感就被消弭掉了。所以当你在选择的时候，如果有感觉到这种恐惧感也没关系，就让它流出来，流出来之后你才觉察到，哦，其实我是因为害怕所以才做这个决定，我是因为恐惧才做这个决定。那当你觉察到之后，你就能够回到你的本源，而去做出你直觉的选择，那才会是真的选择。也有人会害怕选出错误的决定去做疗愈，疗愈完之后呢才去做选择，或是很多人在选择前他会去冥想，连接到他所谓的神性，去问造物主我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然后去接受那个造物主的讯息，接收到了你才去做决定。为什么？因为你觉得造物主帮你背书了，所以你这样选的东西你不会觉得会有问题，因为有人帮你背书，这个帮你背书的人是宇宙的最强的一个光。曾经我有一个同学，他在上课的时候，他为了上那个课程，他一般的课程上完了，然后去上导师班，那个卡刷，所以所有的课程上完卡刷了大概接近100万。他要开课之前，或者他要去上导师班之前，他不断的去做疗愈，不断的去问他的造物主，那问到的讯息都是你非常适合当导师，所以他就相信，他就一直不断的去上课，然后完成他的师资。结果完成之后开课都没有学生，后来他就约了我们做疗程，我们就去做疗愈嘛。结果他讲出一句很屌的话，就是他觉得造物主骗了他，他认为造物主给他讯息了，但是他也完成了职务了或者这个的师资，但是还是没有学生进来。所以你看那个重点是什么？重点我们都会把我们的选择抛在外力，就是透过外力的人的一个背书，你才会能够做真正的决定。所以那个也不是你，那个只是害怕失败，所以找一个人当垫背，只是那个垫背的人叫造物主，这样子而已。那超越选择呢，才是真正自由。什么叫做真正自由？不是说我能够选择什么，而是说无论我选择如何，我都不被定义，这才叫真正的选择。比如说，当我知道我是自由的，那么选择只是形式，它不会去限制我。所以自由不在于结果，在于心态。就像是你现在做了什么决定，你不用去担心那个决定是好是坏，你的答案就是好的，结果也是好的，中间怎么演变的你不用去介入。因为当你去介入或者是你去引导，其实你的内心是不相信是好的，你才介入嘛，你才会希望他一直走到那个你觉得会成的那个状态嘛，所以不用介入啊，你选了就选了。那真的失败也没关系，真的失败也是你最好的一个选择，你要真的相信哦。有时候我们的光，它不是完全的亮，它一定会让你看见很多的黑暗，或者接到很多的黑暗面，那才是正确的。如果你是完全的亮，没有那黑暗的现象，你也不知道是好是坏。所以不用每一件事都要达到如你所愿的样态。我说的每一件事不用去追求如你所愿的原因，是因为你已经相信每一件事都如你所愿，所以你不用去追求。如果你选择了，或是你做那个决定，当下没有呈现那个结果，你也不用去怀疑。但这个是满满的，我曾经也是怀疑，所以才会去做那么多的疗愈，或是那么多的提问。但现在呢，我如果遇到什么样的状态，我做了，或是我选择了，就让能量去流过，中间发生什么事都没关系，对我来说都是不同的体验而已。我就会淡淡的跟我自己讲，哦，那只是一个体验。对我来说，我要呈现的东西它早已呈现，然后我就感受到那个已经呈现的感觉，就这样可能几秒钟就结束了，我就再也不会去问为什么没有成，或者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事情。那你说我在过生活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言语吗？还是会有，我会跟我的家人分享，或者我还是会有说，我觉得很不顺利，那又如何？分享完之后，我刚刚分享不顺利，那个是我就是体验人的样态，我就让它喷发流出来，然后我又立马又回到真正的自己，就是那个是我刚刚的体验，所以我已经完成了。
我其实更深信我是圆满本质具足的样态。我们真正的疗愈就是为了这个动作而已。有人选择当老师，选择限制很多，比如说你当老师，你的收入是限制的，但是这个人他却很喜欢感到自在，所以他不会因为他被这个角色而限制。或是有人他选择创业，看起来很自由，但是他被他的压力是绑死，每天都很辛苦，要为了就是他的企业、他的员工着想，不断的去创造很多的财富。他其实是被他成功的定义所控制，他并不是自由的。所以重点自由不在于结果，在于我们自己的心态。假设你的心态是自由的，你的潜意识真的会让你所有的能量流动，会呈现出那个自由的样态。然后你一定要跟你自己做一个信念的调整，自由就是丰盛。也许会有人说，我还是没看到钱啊，那什么是丰盛？我们把自由跟丰盛并没有成为一个等号的样态，就是自由是自由，丰盛是丰盛，它是不搭嘎的。但如果你把它呈现是一个同样的样态，那你越自由就等于你越丰盛，这样就好了。就是很多都是信念所致嘛，你转换一个信念，或是换一个信念来支撑你现在前进就行了。那自由与创造的关联，当我们以为选择才是自由，那其实我们仍然被这个选择的框架所掌控。我要这个，我不要那个，这样子。所以当我们超越选择，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本来就是创造的源头，所以无需做选择这个动作。不是说我能够挑选什么，而是我能够创造任何的可能。我们能够创造任何的可能，就是超越选择了嘛。你现在选那么多的东西，选一个最好的，那个是被这一些所设定中你去挑个最好的，那还是逻辑化，那还是被受限的自由。但是当你能够想象我是我自己的造物主，我能够创造任何的可能，它就超越选择了，它不在选择中了。你能够去创造你所有的一切，那才是真正的样态。艺术家他并不是去挑灵感，而是从自己的内在去创造灵感。艺术家对吧？不管是写歌的、写诗的，还是作画的，都是这样子嘛。真正的爱情呢，并不是我选了谁，而是我带着爱去生活，就能够吸引到那个爱的人，是这个样态。真正自由的感受，当我们去超越了选择，我们就会感受到不被定义的轻松，就是你没有被任何的现象所定义，你是轻松的。不管你走哪一条路，你都能够呈现自己的自在。所以愿望不再是非要有不可。很多人就是那个愿望我一定要让它实现嘛，所以你一直不断的做显化嘛。那愿望不是非要有不可，不等于是它不能够有。那个愿望非要不可，那个还是强迫性的，那个强迫的背后是匮乏，非要不可是匮乏，是恐惧。所以你可以把愿望的信念调整成我自然的显现，你本来就有，所以它自然的显现。你看哦，一个是非要不可，你最终目的是要拿到嘛；一个是你自然显现，是你本来就有了，所以你本来就存在了，所以目的都是要出现嘛。一个是我非要不可，一个是我自然显现，只是把信念、心态调整到自然显现就好了，不用很努力的到达非要不可。以前我做那么多的疗愈，就是希望我能够成功。所以我疗愈到翻掉了，帮我做我自己疗愈录音档，大概有50多 G 的，超级多，一直不断疗愈自己。为什么？就是我一定要成功，不能失败。我真的这样想啊，就是我大脑想要，然后我心里面其实害怕我再失败，所以一直不断做疗愈。所以当我们能够调整到你本来就是一个成功的样态，你就能够自然显现，那你就不用到达非要不可的。是这个样子哦。以前那个疗愈的时候会看祖先嘛，那我的老师就说哦，你前世是个将军，然后怎么样，所以你就是一定要打胜仗，不然你回去不能够对你的皇帝交代，所以你有这个信念，包括遗留到现在，那就是一个体验，那就是一个剧情。那个疗愈也没有不好，不过那个是那个课程中他所需要的疗愈的方式。那当你觉察到之后，你其实可以脱开很多疗愈的现象跟枷锁，因为你本来就是圆满具足的样态，你不再需要这个外力去辅助你了。比如说以前觉得我一定要买房才能够有安全感，那你现在就会觉得哦，我在哪里安全就在哪里，不一定是你居住的居所。比如说我一定要结婚才是完整的，那或许你就会理解我的存在，我的本身就是完整的，不需要透过另外一个人来补足我的不足，是这种感觉。那个选择本身只是一种游戏，
它是一个假象，它不是真相。然后自由才是真正的本质，所以我们不需要就是将我们的自由永远的被外在条件所限制。我们真正的自由要能够理解，我们不需要透过任何的选择来定义自己，我们的本身就是自由的。那自由的样态是什么？就是你能够创造无限的可能，才叫真正的自由，而不是透过选择。透过选择是被限缩的，创造无限的可能才是自由的。我们是创造者，而不是选择者。那个真相的力量，就是愿望以外，什么才是真的？那我们其实看见那个显化清单，就是那个愿望，你写的那个显化清单的本质，它其实就是一种投射。你这样理解就好了。我们所写的清单、所写的愿望都是一种投射。愿望往往是来自于缺乏感，比如说我想要爱情，所以我觉得自己不够被爱，原因是这个；或是我想要金钱，原因是因为我自己感觉到没有安全感；我想要成功，原因是我觉得自己不够有价值。所以愿望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它只是呈现出我们内心的投射。投射什么？我缺什么，所以我需要有什么某个东西，我才会完整。愿望或是显化清单的本身是一种投射，你可以透过这个投射觉察到你自己。当你觉察到了，这个愿望就会呈现出最好的样态，而不再去追求了。所以愿望其实不是真相哦，它只是指向我们的自我的错认，就是错误的认知。就是你写的清单，你回去看一下，以前我的清单我大概就写7个，从头到尾都7个，但那7个写的很大很广。那现在我没有需要那个清单，因为对我来说它已经实现。那你就要把那个心境调整到已经实现，中间你的生活过程当中会让你体验到没有实现的感觉哦，那一定会的。所以你就要跟你自己讲，哦，这就是一个过程，实际上你已经呈现了，就是因为这个过程才会去让你觉察到、调整到、对齐到已经呈现的感觉，所以你就会很喜欢那个没有让你就是体验到好的那个过程的那个样态，而不是再去抗拒它。喜欢不代表你要吸引它进来，而是你不再抗拒了。以前我们都会抗拒那个不好的样态，越抗拒越吸引。那现在我说的喜欢，不是说我真的很喜欢，然后一直不断吸引那个不好的现象，不是，是我不再抗拒你，所以我理解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事情就会越来越简单化。就像我最近谈了一些 case， 我总觉得很简单，但是我周围的那一些伙伴都觉得我想的太简单可能我会招致危险。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复杂。我说的没有复杂，我不是要去证明它很简单，不是，是我没有陷入那些情境中，我也没有陷入那些恐惧中的那个样态而已。所以当我散发出这种论述的时候，即便他们说那个是危险的，它也不会影响到我的决定，我就一样照做我的，是这样子。真相不是外在的结果，如果我们把这一项等同于愿望实现，那么真相就会变得很脆弱。比如说我有钱，所以就觉得我是成功的，就是当我有钱之后，我觉得我是成功的，其实那不是真的成功。或者是我失败了，我就觉得我一无是处，或者是我被爱，我才觉得自己值得，或者是我被拒绝了，我就觉得自己没价值。真相跟愿望实现，它不是同等的，不是等号的，但是我们都会把愿望实现跟结果变成等号，然后它才是我的真相。我要解释的是这个意思。我有钱的时候，我才会觉得我是成功的，这个不是等号；或者是我失败了，我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这个也不是等号；或者是我被爱，我才觉得自己值得，这也不是等号。但是往往我们都以为是等号，概念是这样的。这样的人生是颠簸的，因为我们一切的自我价值都被外界所左右。当有钱才是成功的样态，你就会被这个样态外部的感觉去左右，所以你一直不断的创造你要丰盛，你要有钱才是成功的定义，你把它变等号了吗？或者是当你失败，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那你也觉得是等号，所以你就会害怕失败，所以会一直避免失败。那越避免失败，就会去创造那个失败的可能性的到来，所以你就会去避免更大的失败。我们就一直努力的去创造那个情境，这样子的样态是浮浮沉沉、起起伏伏。就像是我以前退伍之后创业，就是经历好几次大起大落，那也是以前接受的信念所致。我觉得那个信念没有不好，是非常好的，才会让我走到今天的样态。假设我在那个前期，你看我说假设我就有现在觉察点，那就是已经飞黄腾达了，对吧？所以不用做这个假设，你就跟你自己讲，现在的我或是每一个时刻的我都是最好的我，因为有那个时刻的我
才能够现在有到达觉醒的我。所以每一个你都是最好的你，所以你就不会去后悔，也不会去觉得早知道，就不会，你会一直定在这个当下，这才是重点。所以真相并不是外界的结果，而是我们内在就是永恒不变的那个基底，就是你要真的知道你是谁。比如说什么是真相，它有几个现象，就是真相不会因为外境的改变而消失。比如说即便身无分文了，我们的存在依然完整，你还是觉得你很有价值，即便身无分文，或是即便失恋了，你的本质依然是值得被爱的，或是即便失败了，你的生命价值一样的不会减少，是这个概念。你要能够真的有这个样态，如果真的维持这个样态，你就不会感受到你破产，你就不会感受到你不被爱，你就不会觉得你失败，因为你一直维持在那个样态中。那如果这是你的样态，你所深信的，你就会自然的显现出这个样态过生活，这才是愿望的本质。即便身无分文了，我们的存在依然完整；即便失恋了，我们的本质依然值得被爱；即便失败了，我们的生命价值会减少。那如果我们都是这样子深信的，所以你就不会感受到你没有钱，你就不会感受到你不被爱，你就不会感受到你失败，因为你都是这个样子的呈现。那如果你真的都是这样呈现，是你所深信的，你的自然涌现的能量的样态嘛，你自然就是丰盛，你自然就是满足、圆满、具足。所以愿望与真相的落差，就是很多人去显化愿望，失败后就会陷入自我怀疑，很多做了很多次的那种显化，是不是我不够好？是不是我疗愈的不够多？是不是我还不够调整？所以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导致我的清单并没有实现，导致我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对的，老师还会引导你说，因为你的前世，因为你的祖先，因为你还不够多的疗愈，所以你还应该怎样？甚至会买很多东西去佩戴，买一大堆什么水晶，一大堆有没的。你的家里的风水要改变，那就会让你去堕入真正的陷阱，以为要修好自己才能够得到，这是最大的陷阱，也是最大的谎言。很多人去显化愿望，失败后他就会陷入自我怀疑，我是不够修行，我是不够努力，还是我哪里不做错了，我是不够疗愈自己，还是我是哪里不够调整好，我就买东买西，学东学西这样子，所以他就落入了真正的陷阱。真正的陷阱是什么？就是我以为要修好自己才能够得到，这是最大的陷阱，也是最大的谎言。那真正的落差在于，愿望是对外的依附，真相是对内的确认。什么叫对内的确认？就是愿望是对外的依附，就是对外界的依附。我希望得到什么才是什么东西，或是我希望拥有什么，我才会被别人高看，或是我得到什么才会受到别人的尊重，那个叫做愿望对外界的依附。那真相是什么呢？是你对内的确认，你无需这些存在，你依然是丰盛的，你依然是有价值的，你依然是完整的，你依然是存在的。当你真的无需这些外界的存在的时候，你依然是丰盛、完整、确认的，你的自然流就会达到那个频率，你自然就会显现出那个样态，那才是真正的显化。愿望跟真相的差异，比如说我想要买到房子才能够安心，那真相是什么呢？我的安全来自于内心，而不是房子四面的墙。或者是我要成功才会有人爱我，那真相是什么呢？我的存在本身就是爱的展现，也不需要用成功或是任何条件来交换。比如说我要疗愈所有的创伤，我才能够配得幸福。那真相是什么呢？幸福并不是你修完了才能够有，而是你允许当下自己的感受，你当下允许你已经是幸福的感受，你要能够允许，要能够放下，它就自然的涌现出那个感觉，是这样子而已。我现在讲都是跟丰盛很有关系的，就像以前我那时候那个公司很危险的时候，我就破产了嘛。破产之后就觉得自己都不完整，所以一直想办法让自己回到那个没有破产的样态，用尽很多的方式，耗尽很多的时间，比以前更加多倍的努力，但那都是来自于恐惧的驱动。但我现在呢，我已经经过破产的低潮期了，破产了，我现在事业重建了。那事业重建并不是说我自己重建之后得到安稳，并不是，是我回到我本来我觉得我自己很棒的感觉，所以我才能够事业重建了。是先回到你觉得你自己是很好的样态，我才能够与别人接触。因为以前被自己的伙伴
不好的对待嘛，所以我那时候对人是没有信任的，我大概有1年时间都不敢跟别人接触，即便那时候公司还存在，很多人来找我都是谢绝，都是不让他们见面的，我都锁在自己的房间，之后对自己的同事员工讲话，从来都是委托他们去做，但会做不好啊，因为害怕再被骗嘛。但是当我调整好自己之后，我真的看见我自己的本质之后呢，才会重新出发。重新出发是我现在的说法或解释，但实际上是我早就已经是成功的样态。重新出发那个重新只不过是体验的一种感觉，所以重点还是那个内在的样态。那你说你要花多久时间才能够达到那个样态？不知道。真正的答案是你一直都是最好的样态，但是我们会被外界的体验误以为我们并不是那个样态，说叫错认，错误的认知。我以前也是错认很久很多年，那也是透过疗愈之后呢，才会看见真正的自己。所以每一个人的进程进度快慢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要真的能够知道，无论你学习的任何的课程，或是你做的任何疗愈，你的本质依然是不变的那个光，你原本就是那个光，你无需透过提醒，也无需透过辅助，它就是存在在那里。以前的我以为那个光是另外一个存在，是那种远在天边的存在，所以我那时候对信仰的认知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信仰佛陀，信仰什么？就每天念佛啊，每天念经啊。以前我在创价学会，每天都念，希望透过我念了几百万遍的佛经，可以换得什么样的功德？每天都这样念，一天要念到3个小时哦。一天念3个小时，3个月后可以累积到100万遍，100万遍就是一个福田，那是一个福田银行的一个存折，你每天写，你念几遍，念几遍，一本刚好100万遍，然后你念完100万遍，你的愿望就会实现，因为前辈是这样讲的嘛。那真的有没有这样实现？有实现，但实现之后呢，你又会有更大的愿望，你又会再继续念。以前的我的宗教有一个概念，我们要经过难来证明佛法的伟大，所以你跨越了一个难，就会面对另外一个难，而且每一个难都比下一个难更加的强大，真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佛法会去超越一切，所以当难来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恐惧，但当你在体验的时候，你是觉得真的辛苦的。所以你看，我破产的难，那个难当破产的时候，我后来选择自杀嘛，就是那个难我过不去了，我觉得那个太恐怖了。但是我周围的人还是说，你要不断的念佛。不断的你要相信一定可以超越一切，我当然相信啊，我当然相信。所以你看，我当时的相信是我大脑认知，我相信我只要持续念佛，我就可以超越障碍。但是我的内在是恐惧的，所以我那时候学习疗愈的时候，我还是把光跟造物主跟佛画上等号，它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可能比佛更厉害的存在。我那时候的感觉是这样，刚刚学的时候是这样子。所以每天的接近光，每天的冥想，每天的存在。就是在光中，希望透过与光的连结或是合一，达到让我所有的灾难能够超越掉。我那时候的认知是这样，就是每天的疗愈，真的并没有认知到我就是那个光的本体，这个是真的哦，这是我自己的过程。所以当你越疗愈的时候，你要不断的去觉察，觉察之后，你就会不断的把力量回收在自己身上，不再追求外力了。所以当你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发现原来你才是你真正的主宰。这个世界上把疗愈分成2种样态，一个是把光一样的解释成它是另外一个高原的存在，一个是把光解释成就是你自己。无论是解释哪种方法，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只要回到你的本心就可以，就不用去做什么样的选择，是这个概念。好，那怎么样能够实践愿望以外呢？回到真相的本质，就是觉察起心动念。当我们想要祈愿的时候，或者当你在写愿望清单的时候，你要问自己，这个愿望的背后，我是假设了我缺乏什么吗？你可以去看你清单的写的东西嘛，然后你去觉察一下。如果你是缺乏爱，你缺乏金钱，恐惧什么，那它就不是你的愿望，你是被你的恐惧所驱动，你就服务于你的恐惧。那你就回到那个当下，你就跟你自己讲，如果这个显化没有实现，我依然是完整的吗？你就反复问自己。如果你的答案是我是完整的那什么是完整？在问自己，本自具足。那再问什么叫做本自具足？就是一切都是圆满的，都是充满的，都是拥有的。你就一直反问自己嘛，然后你就会给你自己答案了，你就最终拿到那个答案点。所以需不需要有祈愿这个动作？不需要。需不需要写清单这个动作？不需要。为什么？
有没有写清单都不影响我已经实现的样态。所以我没写清单，它也早就已经实现；我有写清单，它早就已经实现。所以有写没写是一样的。所以重点是什么？它已经是呈现，你要相信它已经是这样子而已。那如果你现在觉得它已经是了，下一秒钟你会回到其实还没呈现，所以那就回到什么点？我大脑相信已经是，但是我的内心更深信它还没呈现。所以你就是在这个点上嘛，那你又察觉到了，就回到本心，哦，其实我已经是了。所以你反复几次之后，你就会回到那个定的位置，你就很少再回去，就是大脑觉得是，但是内在还没。就像我现在还是会这样觉得，不过那个频率很少。比如说我想要什么东西，它要呈现，那我觉得是呈现的，但过程当中也许会有很多的会议或很多的什么沟通不完美，所以我会突然出现一个念头，它真的好像不是如我所愿。当我觉察到我所想的时候，我觉察到了，觉察就脱离了嘛，就是置换提离了嘛，然后又回到我的本心，它已经实现了。然后我现在所经历的样态只不过是一种体验，那这个体验对我来说是提醒着我本来就本质具足，然后又回到那个原点了，又回到那个本来本质具的状态，你就会感谢刚刚你落入的那个什么不好的想法，你不会去避免它，你就会感谢哦，因为有这个想法让我更加的定着于我本质具足的样态，所以你就不会产生抗拒。那你就可以言语的转化嘛，比如说我要有钱才安全，你就可以把它改成我已经是安全的，钱只是额外的流动，你就用你自己的解释去让你自己成为那个事，看见已经拥有的，就是把焦点从匮乏从缺乏去转向成为已经存在的圆满，把它转不是避免，是你本来就是圆满的，所以这才是真相，从假象转到真相去。对于那个愿望并不是错误，不是说我这样分享完了你就不用写愿望了，不是这个概念，是你可以写清单，你也可以写愿望，愿望并不是错的，但是它更容易让我们误以为真相在外面，你只要能够理解就可以了。真正的力量呢，是来自于愿望可以来也可以走，而真相是不会因为愿望的存在与否而动摇。真相就是你是本质具足，当我们站在真相里的，你就不会害怕失去，你也不会有焦虑，因为你早就已经知道你就是一切的源头，它本来就已经存在，你是所一切创造的本源。愿望的陷阱，为什么追逐反而会远？就是愿望的本能的吸引力。比如说愿望会给人一种动力嘛，仿佛有目标我们就会前进，这是人类自然的心理的倾向，从以前就有到现在的感受嘛，对不对？或者是族群意识，比如说工作，我想要升迁，我想要加薪，这是我们愿望的本能嘛，你就会更努力往那个方向前进，表现好自己。或是生活，我想要有更大的房子，我想要更好的两性关系，你就会努力的付出嘛。或者是在灵性上，我为了追求更高的频率，能够更快的显化，你就会去不断的去做疗愈嘛。然后这股动力的背后，它隐藏的是什么？如果你觉察到它隐藏的是匮乏感，那才是真正的陷阱的起点。所以你要去觉察这个样态，就是你为了加薪，你为了生活更加的美好，你为了灵性更高的频率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匮乏感，那就调整就好了，不是匮乏，是你本质具足自然的流动就行了。但是如果我们并没有理解它是匮乏或恐惧所推动的，那才是真正陷阱的起点，你就会进入到愿望的陷阱，然后越追逐它就越难实现。追逐的一些逻辑，比如说那个追逐愿望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我现在不够好，所以我必须要得到它，或者是我现在不够完整，我需要靠它来补足，或者是我不够快乐，所以我需要它来拯救我。我觉得第二个是最频繁的，我不够完整，我所有需要靠它来补足。什么概念？我们需要透过外力的协助，你去买很多灵性的辅助用具，你去做很多的疗愈，你花了很多钱，然后去做这些动作，然后去补足你的不完美嘛，或者补足你的缺嘛，或者补足你好像修行不够嘛，很多都是这样子的。那你就要去觉察，我花那么多钱上课，我花这么多钱做疗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去补足我的不完整嘛。如果是，那我们并没有真的觉得我们已经到达那个位置。大脑中课程中一直不断的强调你就是光，但是内在身心并不是，所以才会需要做这么多动作。换句话说，就是追逐本身就是不断的在强化什么不够的信念，我是缺的。追逐会有几个样态，第一个是无止境的匮乏，就是我们以为会达成目标才会安心，
所以很快就会冒出下一个愿望。就是你完成这个愿望之后呢，你就会再追求下一个更大的愿望，但是形成一种欲望的轮回。另外一个就是自我价值被绑架，比如说愿望一旦没实现，我们就容易掉入什么？是不是我不够努力，或者是不是我不值得？你会呈现那个自责感，或者是失去当下的喜悦，就是可能有了之后你才会快乐，得到之后你才会开心，看见之后你才会觉得是真的，触及到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安心，而你错过当下圆满的感觉，大多都这样的，因为不相信是吗？我曾经也是这样，我那时候我的老师跟我说，你未来会有大概90%的时间都在做疗愈，我想说我死定了，我这辈子都在做疗愈，会被我股东杀掉，就是我不务正业的概念。后来我现在的理解是什么？我老师讲的没错，就是你有90%的时间都在做疗愈。我后来的理解是，我有100%的时间都在做自我觉察，觉察到什么东西，就是我就是的位置，希望到哪里，而且每个人都是在那里。当你在那里之后，你就是在那个样态中嘛，所以你也无需疗愈，你本来就是从你就是那个感觉呈现出来，就不需要做这么多疗愈了。只不过老师当时的解释是那个感觉，我以为我需要做很多的疗愈才能够维持好的样态，其实不是。我的老师真正的想法是，你最终就会知道你是谁，所以你很多时间都在那个样态中，那个才是他真正的解释。追逐的概念是什么？比如说财富赚到第一桶金之后呢，你可能又会想要有第二桶金、第三桶金，或者你想要更大的房子、更高的收入，而去不得安心，害怕没有再赚到钱，或是害怕这个钱会不够用，一直不断的去追逐，一直不断的去创造更大的财富，或者是追求完美的伴侣。假设这个伴侣可能有一些瑕疵，你就觉得还不对，所以你就永远在选择那个对的人，去寻找那个对的人，而却真正的去安住于爱的本体，因为你一直不断去找那个对的人嘛，或是灵性，一直追逐开悟或高频的，或是显化力更强，结果会变成灵性的焦虑，失去了修行的单纯。你不再那么单纯了，你会一直不断的去追求，我要高频率，我能够灵视、聆听，要更好的显化力的，你会一直不断做这个动作，仿佛有灵视力、有聆听力、有你很好的视力，你才会觉得你是开悟的，你是觉知觉察的，你才是那种大成就者。那为什么追逐会让愿望更远呢？因为愿望是一种能量讯号，追逐它是匮乏的强化，或是你要去索求，你就是我没有嘛，我去追寻它，其实让那个匮乏的能量更加的强化。所以我们越是在我缺少的震动中努力的，我们的宇宙就会回应，就是你真的缺少。这其实不是惩罚，它就像是一个镜像的概念，我们的宇宙会如实的呈现我们内心所映照的样态，所以你只要把你内心调整好就好了。你觉得你就是那个丰盛的本体，或是你是创造的源头，你一直是这个感觉，你的宇宙就会创造那个样态给你，让你知道就是这个感受。我现在讲好像很简单，但实际上就这么简单，只不过我们以为它不是那么简单，所以要透过很多的课程、很多的疗愈，让我们相信它就是这么简单，但实际上就那么简单。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是不需要疗愈他觉醒的，这世界上有很多人他是不需要上过课，他就会知道是这个结果的。所以这些自然醒觉的大成就者，他也是你的能量分流之一，他就是你。所以你不用去觉得他怎么那么厉害，那么快开悟，那么的不被外界所干扰影响，他怎么那么厉害，我要跟他一样。他不是跟他一样，是他本来就是你啊，他只是你能量流的其中一部分而已。他是来告诉你，你就是这么厉害，或者你就是这么定，不是让你追求的，他只是让你知道哦，其实他就是你的一部分。所以你会因为他是你而让你更加相信你本来就是本质具足的样态。所以你要让所有呈现出来的你都变成新的解释，你就不用反复的去做挖掘，反复的去做疗愈。这是我的感受，因为疗愈其实蛮耗时间的。那走出这个匮乏的陷阱怎么做？你就是问自己嘛，我追逐这个愿望是因为爱自己，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就这么简单。或者是你可以用语言的转化，就是觉察，我要达成它才快乐吗？还是我已经是快乐的，它只是我额外的感受或者额外的礼物？那你可以去放下等待，就是允许愿望存在，允许愿望存在，但不把快乐延迟到未来。什么意思？即便你现在有愿望，或是即便你有什么样的清单，你都让它允许存在。但是允许存在不代表那个愿望是没到来的。你可以写，你可以做你要做任何事情，但是你的内在一样深信它已经实现，
这样就好了。而不是我写然后我等待它实现，而不是我写然后我像催化什么金字塔显化，让它在我的观想中呈现。是你要真的相信它已经实现，所以你写不写都没关系。与真相对齐，就是提醒自己，即便没有，它也不影响我的完整。什么意思？就是你写的这个清单，它真的没有让你感受到实现的感觉，它也不影响你是完整的存在。那你说，那是不是这样子我就没有办法实现我的愿望？并不是，是因为你是完整的，所以那些愿望有写跟没写，它都已经实现了，是这个感受，而并不是说因为我是完整的，所以它没实现也没关系，我还是完整的，不是这个概念。是说，即便你写了，然后它没有实现，你都要跟你自己讲，它早就已经实现了。所以你有没有看见外部实现的感受？那个像，就是看见那个景物。它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内在的感觉，是不是你真的感觉到你已经是那个感受？所以那个感觉才是真相。外界看到的像，看到那个东西，那都是假的。但是我们常常都会用看到的那个像认为是真的，然后你的感受就是因为那个像才会催化你的感受，其实不是，是先有感受才有像。而不是先有相，真相的相，不是先有相才有感受，是先有感受，自然就会有相。跟佛法讲的是类似是一样的。另外，那对齐的力量，那对齐它不是一种技巧，它是一种样态或是一种状态。对齐不是努力去成为某个样子，而是回到已经是的样子，那叫对齐。那对齐不是把愿望往外推，而是把愿望自然的长在你的真相里。什么叫自然的长在你的真相里？如果你真的相信你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你就是相信你已经是，然后用那个感觉过生活，那就叫愿望长在你的真相。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是一个被爱的那个伴侣，你就每天感受到你是被爱的，你也是富有爱的，用那种感觉过生活，就是把愿望长在真相里。所以对齐它并不是去改变，而是去看见我已经完整，那叫对齐。那愿望与真相的错位是什么？就是当愿望不对齐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我想很多钱，但是我的内心却相信钱很难赚。就是我需要很多钱，但是我觉得钱是难赚的，那个就是愿望跟真相错位嘛，不是一致性的。或者是我想爱情，但是我又害怕没人能够爱我；或者是我想要成功，但是内心却认同我不值得，或是我并不是很好的。那就是你大脑所想的跟你内心所呈现的是不一致的。所以这些都是愿望与真相的破相，就是拉扯的两股力量，你会停滞在那里，不会前进嘛？那怎么办？第一个可以做疗愈嘛？疗愈就是达到觉察，你觉察到了，然后把它调整，或者是你让它流出来。像我现在就是让它流动，就是我知道那个现象我卡住了，就让我卡住的点让它流出来。当你看见那个卡点，那个卡点不存在；当你看见哪里是卡顿的，你看到那个卡顿就消失了嘛？你看见它就不存在了。卡点是你没有看见它才存在。当你看见它就不存在了，那就等于是疗愈的结果啊。所以有时候出现那个卡点，不用去避免它，不用去急着修它，不需要。你本来就是完整的，你也不用修，所以会自动导向到那个位置，自动导航到圆满的位置。你就是等待，等待什么？等待就是那个感觉呈现。我说的等待感觉呈现什么意思？就是你就沉浸在那个感觉中，就像如如不动，这样就好了。那如不动会有时间流逝嘛？你每天还是要过生活，一天就是每秒钟就一秒秒滴滴答答这样过去嘛？那个感觉要等待啊。即便你出现那个不顺的感觉，你就是回到你的本心，去感受到你已经是圆满的感受。什么事情不如意，你就要去进入到那个不如意的感受，不是避免它，而是你看见那不如意，你就跟他讲，这是我大脑所呈现的，我的世界所呈现的不如意，我感受到外部的不如意，那不是真的。这是一个假象，而真正的真相是我是圆满具足的，我一切都是丰盛的，我是创造者。所以你提醒了你自己，就把那个能量专注力回到那个提醒中，去感受到你圆满具足的感觉，那这个状态能量就会消弭掉。那就反复这样操作就好了，不是反复同一个操作，是你会一直不断的出现不同的事件、不同的情绪、不同的类型的，让你觉得你不是。那你就是觉察得到，其实不是这样，那个只是外部的假象，真正的我是本质具足，我是创造者。然后你又拉回来自己，然后就感受到你本质具足那个创造的感觉，一切都已经是的感受，那样就好了。当你一直觉得是，那你的宇宙就会自然呈现出那个已经是的感受，让你去体现嘛。所有的疗愈的目的都是这样子，觉察。
疗愈的目的是觉察，疗愈的结果是觉察，觉察才是自由的起点，不太一样哦。疗愈的目的是觉察，受课程的目的也是觉察，觉察才是一切自由的起点。你觉察到，你就脱离困境，你就自由了。自由才是丰盛的样态，自由就等于你是真正的创造者，你不再被选择所困，你是一切创造源头，你可以创造财富，创造丰盛，创造一切是自由的，那才是丰盛的样态。所以所有的课程，所有的疗愈都是为了觉察到这个点而已哦。觉察只是自由的起点，自由才是丰盛的样态。那对齐有几个核心要素，第一个诚实，对自己诚实，就是承认当下自己的感受，不用假装正能量，就是一直一昧的保持正能量，它其实是一种自我欺骗。不好就不好，感受到不好就是不好，要哭就哭，要骂就骂，没有什么一定要憋在心里面，没有什么学了疗愈当了什么灵疗师就是不会讲脏话，没有，照骂就骂，照不爽就不爽，照怎样就怎样。但是你要觉察是什么？那只是一个情绪的抒发，它不是真正的你。它是你大脑因为逻辑，因为很多的族群意识感受到的不满足，或是感受到的愤怒所呈现的情绪，但它不是真正的你，真正你是美好的，这样就好啦，你有觉察到就可以了。比如说我很富足，但是我的心里害怕没钱，你就承认我害怕缺钱嘛，因为你害怕缺钱，你才能够真正的放下你害怕的感受。我们就是因为不能够面对，所以才不放下，把那个恐惧紧紧抓着，把那个匮乏紧紧抓着，因为不敢放下，不敢承认嘛，那就承认。就像是我以前都不敢让人家知道我破产，我以前都不敢让人家知道我做生意失败，以前那时候公司有危机的时候都不敢让股东知道，到最后一刻你已经掩饰不了，被股东知道之后整个大发飙，就是一陷入更大的自责，懂吗？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处理好，不应该让股东失望，我都一直这样觉得哦。那实际上是我害怕被看见失败，或者我害怕怎么样，那个才是我真相啊。那如果我早点承认我害怕，把能量把它放大出来放下，其实才是对的，只是当下太恐惧，我没有做那个选择。如果是现在的我会做那个选择。接纳就是允许自己的不完美，或是允许自己不需要完美。就是有时候你的体验你会觉得不一定是事事如意嘛，那就允许不是事事如意的感觉呈现啊，没关系啊。就像是我现在做生意，也不是每件事情都是如意的，那没关系，让它呈现啊，不会怎么样。就是允许愿望只是愿望，你不一定要成为那个身份的证明，不需要。就是愿望就是愿望嘛，没实现又怎么样呢？没实现就没实现啊，不需要成为那个身份的证明，不一定要跟你的身份是等号的，那才是愿望实现，不是。比如说我想要健康，每个人都想要健康，但是你现在有了病痛，也不代表你不完整。很多人说我想要健康，但是我生病了就觉得自己不完整，我就觉得不好，是我被惩罚了才会生病，不是？因为你接受了这个信念，你接受你需要被惩罚，你接受这个样态，你的大脑希望你是健康的，但是你内心接受什么？我就是不完整，我就是被惩罚，你接受了吗？大脑希望的是我是健康的，但是内在没有希望的是，内心觉得我是被惩罚的，或是我是不健康的，或是我是被什么欺负的。就像是以前在做疗愈的时候，你为什么会生病？因为你的伴侣背叛你，所以你感受到不被爱，所以你诱发疾病，让伴侣能够看见你是被需要的。以前有这种解释，对不对？就是大脑希望健康，但是你的内心需要透过疾病来去呈现你的存在，那你就是放下嘛，你就是接纳你现在当下不健康的感觉，接纳它，接纳那个不健康的情绪跟感受，接纳这个情绪，接纳不是你认同你是不健康，接纳只是我允许这个能量流呈现，呈现之后呢，你才能够达到真正的觉察，看见那个假象，你现在正处于不健康的状态，但它是假的，是很多种种的情绪让你以为你不健康，所以你才会创造不健康的感受，一切都是能量所致嘛。所以你要放下，允许，你才能看得见。你看见了，你才回到本心，你才会真的回到你原来是本质具足。当那个能量回流之后，回稳之后，你自然就健康的。我跟你们分享一件真实的样态，我超级害怕做健康检查，我超级害怕看医生。
我真的死不做这样的检查，我已经胖到150几公斤，我也不做检查。我觉得我检查一定会很多不好的数字，我就觉得我这辈子应该瘦不下来了。但是我就很享受，买了一大堆那种减肥的东西啊，买一大堆有的没的，每天弄每天吃也不会瘦。我最惧怕检查哦。但是当我的那个样态调整好，就是我的内心调整好之后，结果我第一件事是干嘛？我接受去开刀。我去接受开刀的时候，当下还是恐惧的，因为那个医生说你这个状态你可能会死在手术台，那你可能要先吃心脏药，因为你现在心脏有点没办法负荷了。那当下听会觉得恐惧，可能想要打退堂鼓，我不想去开刀了，开刀可能会挂掉。但是当下觉察就在那个诊疗间，就那几分钟，这就是一个现象，然后又回到我本来就是健康的样态。所以那个念头起来之后，我就接受了，我去吃药，就乖乖的去做那些检查，不是因为我害怕会死在手术台，是因为我真的相信我本来就健康的，我本来就是健康的样态，是那个感觉哦。所以你看，我人生第一次做胃镜，那个东西戳嘴巴，会很想呕吐嘛？我觉得那个不知道谁发明的，真天才。我那时候第一个想法是这样，因为真的很难受，我又没有打麻药，直接这样往下戳。当你心境调整好之后，你就会去接受那些现象。后来我去开刀了，后来就变成瘦了嘛。那外部的人会觉得，你是用那种外力去开刀不健康，但是你知道现在医学都很发达，我现在所有组都健康的，超级正常哦。有时候当我们调整好自己之后，你原本很抗拒排斥的东西，它就会消弭不见了。它也是某种信念存在，所以我会当时不喜欢看医生，也不喜欢吃药。当你调整好之后，你就会做那件事情，而且是很自然而然的。那是我的体验啊，就是允许自己不需要完美，不是你不完美，是你不需要完美。因为我们会以为我们不完美，所以才要去追求完美嘛。所以你要能够接受你不需要完美啊，因为你本来就是完美的，所以你不需要，你一定是完美的。是因为你本来就是完美的，那我们以为我们不完美，所以一天到晚追求我是完美的嘛。再来重点是信任，那个相信真相比头脑的算计更加的可靠。头脑就是逻辑的算计，大脑是逻辑的算计，就是算计或是逻辑是我们的过度的介入或操控下的一个呈现的结果。那当我们停止去介入，停止去操控，我们的宇宙流才会呈现。什么叫做停止介入、停止操控？就是完全的信任自己。信任什么？信任你的真相。你的真相就是本质具足，你的真相就是你是你自己一切创造的源头。你就相信这个，你的宇宙流才会呈现。然后，与其去焦虑的控制每一步，还不如相信适合的机会会在适当的时机出现。那你说什么是适合的机会，什么是适当的时机？不知道，你也不用去琢磨它，不需要，你就相信适当的机会会在适当的时机出现，所以你每分每秒都是最好的呈现，这就是答案，这就是结果。那这个也不需要去催化自己，一开始可能你会催化你自己，那你就是把强迫跟催化的感觉让它喷发出来。如果你觉得是催化的，你就让它催化，你就接受，我好像是强迫自己去接受这个。你看见你在强迫，你催化你自己，你就会脱离强迫。你如果看见我其实害怕我不是，所以我恐惧，所以我让它一直成为我是，你就让那个恐惧呈现，去接纳它。你去接纳呈现那个恐惧，你看到恐惧，你才不会恐惧，而不是透过疗愈去避免恐惧，透过疗愈去避免强迫，不是避免，是你要真正的接纳这样。但是我们很多的课程或疗愈都是让你去避免它，我觉得那个避免并不是你真的调整，你只是透过外力外界去避免那个错误的呈现，但实际上你会吸引到更大的恐惧。就像当初我找老师帮我做疗程，我老师真的蛮好的，但是我太恐惧了，所以我都把很多的答案要问过我的老师，就是我该怎么做，我今天该怎么走，我今天该去见谁，我今天干嘛干嘛，我都问我老师，我老师说什么我就做什么。还有一次我老师说今天是什么星象在什么位置，你身穿黄色的东西，然后向东方走几公里，我是真的如实照做，黄色的衬衫，黄色的裤子，黄色的鞋子，还要带一个红色的镜框，真的去买一个红色的镜框带着，然后这样往东这样走，都不能回头看的，这样走，还要默念一些什么咒，这样走。台北市一走到小区，走完之后，老师就传个简讯，你完成了，你会顺利，我就这样很开心回家。那有没有顺利？有顺利，但是那个顺利是短暂的，为什么？
因为我以为我做完这个动作是顺利的，是我的恐惧驱使我做，而不是我真的认为我顺利了，是恐惧驱动的我做我才做，我害怕失败而做。所以这个就是起心动念。我们虽然没有把它写在愿望清单上，但是我们的念头是我真的想成功吗？我会做任何的改变吗？那是因为我害怕失败，所以害怕失败才是我真正的重点，而不是我真的想成功，或是我以为我成功了。所以很多人都是现在这个情境，我当时也是。所以为什么我现在都去不断的破相，把那些相破掉，你要看破它，把相看破，把这个状态超越它，你就不用做那么多的工作，或不用做那么多的疗愈去修理自己。我们本来都不用修理啊，就像是有些的老师一上课很多的人，我觉得很丰盛，超级丰盛，我都觉得太棒了。为什么？我觉得那个老师就是我的能量有一部分，他也是我，因为这世界只有我嘛，所以我会为那个分流的我感到开心。那我的分流是，我认为我的世界没有人需要被疗愈，我认为我的世界每个人都是本质具足，所以我看不到学生，看不到那个个案，但是不代表我的世界不呈现这个样态。而当如果我发现或者我看见有这样子很好的疗愈师的时候，那也是我的分流之一的镜像，所以你会因为这个镜像而感到开心，而不是形成对立面或是拉扯面。丰盛是无限的可能性的存在，所以其实很简单，就是语言的校准。如果我有了就会快乐，把它调整为我已经快乐了，我就是了。能量校准就是你去觉察是来自于匮乏还是来自于圆满，就觉察就好了。反正你遇到不好的事情，就静下心来去观察，不要试着先把它排除掉。疗愈就是一种排除啊，不用排除它，观察那个恐惧，观察那个不好的样态，观察它，看见它，它就不存在；看见它，能量就消失；看见它，你就回到本性，那就是观察嘛。那你就越观察，真的你的敏锐度越高，你就越会有更多时间去做自己要创造的事情。我那时候想过啊，如果我一天做1-2个小时的疗愈，反正是你每天都是在搞这个东西，那你真的没办法做创造了。我那时候真的这样想，我才会一直觉得我要做到何年马月才是一个头呢？我到底要疗愈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够真正的到达不动的概念？那是没有答案的，那也是没有尽头的。当我有这个念头，代表没有尽头，没有终点，那个真的蛮可怕的。应该是你要相信你本来就是圆满的，你无需修理，无需修复，无需调整，所以你经历的那些不圆满，恰恰就是成就你圆满的样态。你经历那些不好的事情，恰恰才是你圆满的过程。你要有那个想法嘛，你就不会排斥，你就不会去抗拒。那不介入、不排斥、不抗拒，那个能量流就顺了。以前就太多的抗拒、太多的介入，才那么多的不顺。那个觉察校准，就是你的焦虑出现的时候，就提醒自己，焦虑只是头脑的投影、投射，并不是我的真相。你如果出现痛苦，你如果出现仇恨，或者你出现很多的抗拒，那个是你大脑的投射，但不是你的本质，不是你的本性，不是你的真相。你就这样想，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想之后，你就会不断的去对齐校正。那当愿望跟真相对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愿望并不是追来的。愿望也不是奋力求来的，它是自然的显现。然后愿望也不是缺了要补，它是你圆满之后产生的那些映照，它本来就自然的呈现。所以我们不再等待愿望，而是从愿望中长出自己。那讲显化，显化就是不追求也能够实现。我那时候有讲到，这个世界上没有显化，没有吸引力。显化呢不是技巧，它也不是吸引力法则，反复的去许愿。显化是什么呢？是你内在的呈现的自然状态。我还是强调内在呈现的自然状态。什么叫内在呈现？就是感觉。你觉得你丰盛，那个感觉到了，你是丰盛，那个感觉就是了。只是那个感觉能不能够一直维持而已。维持不是一直情境在冥想中的维持，是你没有冥想的时候，你都一样是那种感觉，那叫做真的维持。所以你看，我现在几乎没有冥想。我曾经天天冥想很多次，然后变成冥想就很短暂很多次，现在变成我没有冥想了，但是我一直觉得就是那个感觉，我在需要冥想。我现在都认为冥想是一种外力了，或是疗愈是一种外力。因为对我来说，疗愈跟冥想的目的是为了觉察，觉察是为了自由，自由就是丰盛的起点。所以当
我一直去觉察的时候呢，你当然就不需要去疗愈那个过程，也不需要冥想的过程嘛，你就会一直不断的去觉察你自己嘛，那你就会一直调整。当我意识到自己是完整的时候呢，我们的外在会不自由的去运造这整份的完整。就是你内在觉得你是丰盛的，或者你内在觉得你是创造者，你的外在就会不自由的自然的显现这份完整。所以你的丰盛不是你追来的，是你由内而外的形象。就是丰盛真的是你内在的那个样态，然后外在会自然现象。我以前都觉得我内心觉得是啊，但是我还没看到，所以我都觉得那个需要时间等待什么的。其实没有等待，有等待就代表你不相信嘛，才有等待啊。当你真的觉得你已经感受到那种感觉，所以你就没有等待的感受了嘛。只要你达到那个感觉，一直是的样态，你的外在会不由自主，它自然的映照成为那个完整。那个追逐呢，就是从我们的出发点是匮乏，我没有，或是我缺，说我要去拿，我要得到，然后心里总是担忧的，如果得不到怎么办？他会充满焦虑的行动，就是不停的比较，然后会很焦虑的行动。那显化就是出发点是圆满，你本自具足，是你本来就有了，它只是你愿望的延伸，你一切的延伸，所以你的内心是安稳的，有没有得到都不影响你已经是这个概念。行为是自然的流动，就是该做就做，该停就停，没有介入的感觉。为什么追逐会去失效？追逐的能量呢，其实在传递我没有，去陷入追逐，就是一直告诉你宇宙我没有嘛。所以宇宙就会回应你的话，你的状态就是没有啊。所以当你的状态是我没有，外境的映照就是没有。显化要放下交换条件，如果我得到爱，我就值得；如果我有钱，我就是成功。放下这种交换条件，就我已经值得，我已经成功，我就是的。与愿望共振，就是不要把愿望当成是未来的某件事，要把它当成是我已经是的状态，就是与愿望共振。不要把那个愿望或你写的清单，把它变成是未来的某件事情，是当下你已经是了那个样态共振起来，就是不是等我瘦下来才有自信，你已经在那个自信中，健康只是自然的流动。就像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我是健康的，所以我才会接受这一切的调整，不然不会接受。然后如果我是害怕我不健康，接受这些调整，我现在可能会更不健康。然后行动的真相就是，行动不是补我们的不足，而是展现存在。就是我要努力赚钱才能够养活自己。重点是什么？我本来就是有价值的，这是我努力自然的呈现所带来的金钱，所以它是很自然的呈现的流动。我们最后做疗愈，那个疗愈你要解释成校准，还是你要解释成对齐？你要解释成疗愈也行，你就把它当成是礼物也可以。你可以进入到你的冥想层，没有什么限制，不是说我分享完了好像就不用冥想，你想要怎么做都可以。你现在还需要冥想都可以，你现在还需要进入到那个情境都可以，它是不受限制的，也不用一定要调整到什么样才是真正的觉察。你的解释才是你的答案，不是我的解释才是。所以那个疗愈本身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终极答案，一切都是以你自己为准。你觉得你是什么就是什么。让我们闭上眼睛哦，深呼吸，你就调整你的呼吸哦，然后想象进入到光的感觉，想象你看不到你的身形，全部都是光的样态。想到一切万有就是讲你自己的本源哦。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对要更好才配得的信念，请还原成我已经完整的样态。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对追求追逐的执着，请还原成圆满自然的显现。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对于匮乏的恐惧，请还原成内在无尽的丰盛。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对于选择的依赖，请还原成自由超越一切的状态。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对于比较的习惯，请还原成独特本身的美好。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对于外在证明的渴望，请还原成真相本就在我之中。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对于愿望的执念，请还原成真相已经是答案。请将以上的感觉、信念及体验，请全部还原成光与爱。想象那个光从上方进入到我们的本体，想象与光可以持续的扩展跟延展。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请将我所有生命体验的亚元粒子，请重新排列，还原成救济无限美好的样态。想象那个美好的感觉，想象一切的美好，最终去感谢你自己，就可以睁开眼睛。重点就是你可以写清单，也可以不写清单，反正有没有写清单都不影响你已经是的感觉。
你写的清单或是你的愿望，它不是因为匮乏出发，它也不是因为恐惧出发，它是因为你自然的显现的流动。疗愈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觉察觉醒，不管你上什么课还是你做什么疗程，都是为了觉察。觉察才是自由的起点，自由才是丰盛的开始，所以自由才是真正的丰盛。第7光行者，唤醒你就是光。